嗨，大家好！最近很多华人朋友及国际友人问我，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大流行之际，中国对留学归国人员的防疫工作是怎么做的？现在我就将我3月4日国际航班从美国回中国，再到现在的酒店隔离的经历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我是卢桂清，作为一名医学博士、皮肤科医美方向的主任医师，于去年8月份前往美国杜克大学访学。今年的3月4日，我结束了为期半年的访学生涯，乘国际航班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回上海浦东机场。为了有效的防范新型冠状病毒，我们戴着口罩，戴着护目镜，从纽约飞浦东上海浦东机场。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加油！飞机上人人戴着口罩，飞行途中测体温。现在是6:08。到达上海机场时，机组有序安排乘客下飞机。拿好东西往前。飞机已经到达上海浦东机场，现在呢，听着乘务员报名字、叫到名字的人在出舱口会接受检疫官的检查，大家有序离开。出海关时，每人填报疫情相关信息表格及测体温。回到南京，接到社区联络员的通知，要求我们去酒店隔离。在专人引导下，到达政府安排的隔离酒店，并给我们测了体温。专业人员非常细致地对电梯、走道等进行全方位消毒后，再由专人指引到我们的隔离房间。我们的房间在高层14楼，是个标准间。每个入住的人都需要填一个叫填表格的表格，那么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籍贯，然后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来宁时间，然后从哪里来到来宁的事由、入住人数以及人员之间的关系，填联系电话以及家庭成员是否有感染，是否和感染者接触过，来宁乘坐交通工具是什么，合乘的人数是多少，如果是自驾的话，然后来宁前呢去过哪里，是否已经经过隔离，那么填好之后呢进行提交。我们进了房门就不允许再出去了，这是我们的卫生间，这边洗手台已经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，1箱的矿泉水，2张床，我们的行李，我们家在这里住，房门是不可以出去的，然后房间的整个酒店的空调是关闭的。桌子上有微信支付，然后有支付宝支付，还有个温馨提示，我们也提供了一支体温计。我们看看温馨手册里面都有讲些什么。这本的温馨手册里面一共有7个方面的温馨提示。第一个就是隔离观察服务渠道的温馨提示，里面提供了一个2维码，扫描进去以后就是一个公共的微信号，在这个微信号里面，我们可以将1天2次的体温检测报告提交。另外一个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或需求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来，有专门的人员为我们解答，提供帮助。下面这一个是隔离观察的温馨提示，提示我们饮食作息要规律，适当的运动，开窗通风，同时呢1天2次测量体温。如果说有出现咳嗽、
发烧、干咳等情况的话，要向楼层的服务管家报告我们的健康状态。如果说出现情绪波动的话呢，也可以向楼层服务管家进行咨询，必要的话呢，医疗团队会介入进行心理疏导。这个是关于住宿的服务的温馨提示。在这里面呢，我们是被告知是不可以出房间的门的，也不可以去跟居住在这儿的其他的人员进行接触。另外呢，生活垃圾会有人专门上门来清理，我们只需要将垃圾用垃圾袋包装好以后放在房门外，那么相关的人员呢会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把垃圾收集清理。那这里的房间我们是免费住的。另外一个是一个房间用电的一个提示，上面有说根据疫情的技术要求，房间内的空调系统是关闭的。为了减少呢这个用电负荷，原则上也不建议使用取暖设备。下面这个是餐饮服务的温馨提示。那酒店的管理方呢，一天提供3餐，并将餐饮呢放在我们的房门外，通过按铃或者敲门的方式来通知我们及时进行取餐。这个餐费是需要收钱的，一天的标准是50块钱。这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温馨提示。酒店这边提供一个书籍跟杂志，如果我们有需求的话呢，是可以进行申请的。最后一个的温馨提示是一个消防疏散，告诉我们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，并且提供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疏散路线。另外呢，这个小册子里面非常温馨的一面是给我们提供了14页的空白页，从第1天到第14天是可以让我们来写日记的。每一张的空白页上面都有一段非常温馨和美好的文字，我来为大家念2段，第1天和第14天。第1天，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，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，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第14天的，人生就是无数个经历的组合，而那些你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。这就是我们的温馨手册。昨天医务人员上门来为我们做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，那么在隔离期满14天并且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的前提下面，我们的隔离才算真正的结束。现在呢，我的隔离期还没满，借用温馨手册上的一句话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克时艰，用短暂的隔离换来安心的未来。回国以后，整个防疫流程给了我非常高的安全感，整个服务流程也是非常的温馨。你们觉得呢？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，我深刻体会各国对新冠的抗疫态度和措施的不同。现在应是全世界放下成见，共同抗疫的阶段。希望中国在这场抗疫中的宝贵经验能为全世界所用。中国加油，世界加油！